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载机坠海是什么原因？制约中国航母战力的电磁弹射原理如何？突破瓶颈的关键又在哪儿？2021年底，有件事情可谓是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关注，日不落帝国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当时，这对英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事情的起因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舰载机坠海。2021年11月中旬，一则关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载机坠海的新闻成为了国际头条。据了解，这架 F-35B 舰载机在滑跃式起步的瞬间，径直从起飞甲板上坠入海中，随后飞行员弹射出舱，降落伞缓缓降落，所幸飞行员没什么大碍，成功获救。但这架 F-35B 舰载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直接引发了一起英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之间的打捞竞赛。在事故发生后，英国国防部非常担忧地表示，希望没有任何敌军能够获取战机上的机密技术。而在近日，英国防务杂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F-35B 舰载机被打捞出水的照片，说明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这架失事飞机才被打捞起来。可以说，英国是非常谨慎。据了解，英国在事发的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坠海战机的具体位置，但是一直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打捞，生怕被俄罗斯截胡。毕竟，一旦俄罗斯率先打捞起坠海战机，美国军方在战斗机上的先进机密技术将彻底泄露给俄罗斯，这才是英国和美国都不愿看到的事情。而 F-35B 舰载机的坠海原因也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不久后，英国媒体披露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大致的解释。报道称 ，F-35B 舰载机坠海的原因可能是航母上的地勤人员忘记清理一个塑料防水盖，导致舰载机起飞时直接将防水盖吸入发动机内部，导致发动机无法第一时间启动，最终因为动力不足，才导致在起飞的瞬间坠入大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首次全球部署任务之前，英国政府曾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航母战斗群的部署意义十分重大，目的是为了彰显英国的海军实力和影响力。但在航母战斗群部署的任务过程中就状况频出，结果在任务结束最后返航时还出现了舰载机坠海这么一出，这下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彻底沦为了国际笑柄。当然，成为世界笑柄还是小事儿，面子问题而已。在物质层面，英国直接损失了一架价值 1.2 亿美元的 F-35B 舰载战斗机。精神层面上，英国此次的首次全球部署任务暴露出了英国在航母方面的诸多问题，英国军方还得想办法逐一解决，不然这次的舰载机坠海就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了。同时，这次的舰载机坠海时间也引起了一个问题，滑跃式起飞是否已经不再适用于航母了？还是说滑跃式起飞确实容易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舰载机的起飞失败。目前，滑跃式起飞是除了美国、法国采取弹射起飞外，大多数国家选择的航母舰载机起飞方式。既然滑跃起飞能有如此广泛的应用，肯定是有不少的优点的。目前，中国的2艘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采用的滑跃式起飞。我们在网上看辽宁舰或山东舰的图片时，都能发现，在航母甲板跑道的最前方都是翘起来的，有一个小小的倾斜。这个10来度的倾斜，就是为了帮助舰载机在滑跃的最后阶段能够更好的起飞。滑跃式起飞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抛开英国这次的事故不谈，其实滑跃起飞的起飞风险也是很小的。舰载机滑跳离开舰体时的一瞬间会获得斜上方的力，这就不容易坠落，并且起飞的位置离海面距离较高，不容易受到海浪的影响。其次，滑跃式起飞不耗费淡水。众所周知，航母一般出海一次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大海上，淡水是比较宝贵的资源了。整个舰队的舰员在日常中都要使用。与滑跃式起飞相对应的，自然是弹射起飞。弹射起飞就要消耗淡水。据了解，一次弹射起飞需要使用1吨以上的淡水。虽然航母自身具有海水淡化的能力，但如此大的淡水使用量也势必会对航母造成额外的负担。这对航母的战斗力还是有所影响的。滑跃式起飞就完全不需要消耗淡水，
具有不小的优势。同时，采用滑跃式起飞，在不需要起飞舰载机的时候，不占用航母的空间。大家都知道，航母的空间可谓是寸土寸金，每一个角落恨不得利用起来。滑跃式起降就给航母节省了很多空间。当然，滑跃式起飞还具有维护费用少、战时易修复、出动速度快等特点。毕竟是应用最广泛的航母舰载机起飞方式，自然是优点多多。但是，世界海军实力最强的美国早已淘汰了滑跃式起飞这一技术，采用的是电磁弹射起飞技术。该说不说，作为海上霸主的美国，既然采用电磁弹射而淘汰滑跃式起飞，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优劣之分的。并且，中国最新一代航母在今年内即将下水的003航母，据了解，采用的也是电磁弹射起飞技术，可谓是成功的打破了技术瓶颈。我们刚刚说了滑跃式起飞的种种优点，但既然其被取代了，肯定也是存在许多缺点了。什么耗油大和起飞时占用空间大，咱们就说了，这是很明显会出现的问题。滑跃式起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起飞大重量的飞机，并且起飞的操作难度比较大。在高海情的情况下，滑跃式甲板的颠簸可能会导致舰载机在滑行时比弹射更加难以控制，这就导致了有可能发生偏航。而电磁弹射系统就不同，其是沿着飞机起飞的方向会铺两条导轨，这个导轨中间还有一个滑块，在整个装置上还会施加一个磁场垂直的磁场，所以在每次弹射时就给导轨中间的滑块通电，这个滑块就会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带着舰载机向前加速。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大家都知道，航母上一般会装备上好几种飞机，像预警机、战斗机还有无人机，这些不同的飞机所需要的推力都是不一样的。而电磁弹射就可以通过接入电流的大小来及时的改变推力的大小，适应不同飞机的发射，这就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并且我们说了，电磁弹射系统存在两个导轨，这就决定了飞机起飞的方向是固定的，较容易控制，这就比滑跃式起飞要好很多。并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很高，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进行一次舰载机的弹射起飞，这就大大的提升了航母的战斗力。至于为什么中国的2艘航空母舰都没有应用电磁弹射技术，是因为这项技术对于航母的要求比较高。首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电磁弹射是通过电来发动的，那就必须保证航母有足够的电用。但是常规航母的电力比较吃紧，并不能满足电磁弹射。同时，就算电足够用了，还要考虑电力要求达不达到一次电磁弹射所需要的电力。虽然中国的2艘航母都没能够应用上电磁弹射技术，但最新一代的003航母就成功的解决了这一技术瓶颈，在航母电力系统上有着重大的突破，中国海军实力也将进一步增强。